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晚上来到了，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来到晚上9点整的时间了。那讲师郑杰仁已经来到线上了，那请杰仁团长。各位伙伴大家好，看得到吗？不好意思哈。那今天讲的题目，它本来是写说行义童军的布道实现啊，其实不止行义童军，包含罗浮，包含是比较大的孩子，其实都可以。那这是我个人的简历哦，这边之前在那个海报上面就带过。那今天大纲大概是第一个是童军的户外活动，第二个是无痕山林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比较后面比较重要，介绍台湾千里步道协会，还有何谓手作步道。那台湾步道守护网，还有童军跟手作步道的一些关联，跟之前的一些那个经验。那童军的户外活动啊，我们团大概户外的东西会可能稍微多一点。像我们2016年春训开始，我们的竹材是自己上山去砍的，上山去砍竹子，然后这些竹材，你看到这些竹材，右边这些竹材，我们就用来做一些工程。那第四张图，这个是我们搭的一个竹桥。当初搭竹桥从河的这一岸到另外一头去，这是比较大的工程，所以这里面服务员有蛮多服务员来帮忙的。那另外我们今年的春训，在翠峰樱花农场那边办春训，那边需要很多的竹材，我们那时候也是没有从新竹载现有的竹材过来，我们由罗浮带着大的行义下去砍竹子。砍这个是赤竹跟桂竹，把这些竹子砍一砍，然后运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去。这个是他们砍竹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大概都是这里面有少数的行义，其他大部分是罗浮。那伐木的部分，我们团也有伐木的经验，就是我们在里山图营地对面有一片樟木林。那对于当初有一些枯死或病死的一些樟木，我们让伙伴练习用大斧跟锯子去做劈柴的动作，去做砍伐的动作，然后把砍伐回来的木头再来做一些利用。这是他们当初砍伐的一些过程。这个大部分就是行义比较多，砍伐的是行义跟罗浮都有啊。搬木头这些都是看到蛮多，都是穿蓝衣服，都是我们的行义伙伴。那另外行义的户外技能来讲，劈柴是我们常学到的部分。那大部分劈的都是比较小的木头，所以在团集后，我们让伙伴劈的木头是小的，或是用柴刀在劈。那来到里山图就会练习用大斧。用大斧去劈比较大的木头，这一般的童军大概就比较少这个经验，但是来里山图大家都会做这个练习，去劈比较大的一些木头。那另外我们还有在拓荒，那照片看到这个是上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员，绰号典狱长的人际孔任爸。那下面是当初罗浮的领袖营来这边培训的时候，他们在往土地公那边去做一个路上有一些倾倒的那个枯倒木，他们做枯倒木的清除。那左边是春训的时候，他们去做拓荒的一个动作，让孩子们拿着柴刀、拿着砍刀实际做拓荒。那这部分也是在里山图那边，因为那边的林地都是私有地，都是地主大家认识，所以在这边做一些拓荒技能的训练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不像阳明山苗圃，它因为是国家公园，可能你出了苗圃要砍伐，可能就有一些困难。那比较特殊的是，今年风灾比较大，那刚好师大童军团他们有上来办活动。11月4号台风，11月5号风灾过后，刚好他们要上来，所以里面有一户人家，因为他们没有电也没有食物，所以我带着师大童军团的伙伴，就是开始做路基的，把一些倒木清除掉，然后我们把汽油，因为里面那一户人家有发电机，他不会用，我们就教他怎么用发电机，然后把汽油运进去，路通了以后，但是电还没有。那因为那路很小，所以他们没办法，也没有食物，而且他们骑摩托车，那路很湿滑，出不来。所以我们就带着师大童军团把一些泡面、一些食物送进去给他们。
哦，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比较特殊的一个经验。那师大童军团之前也没有过这种经验，对童军来讲，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经验。那另外童军会比较多的大概是登山健行，这个是我们在走霞喀罗古道，他们说应该叫霞喀罗古道，不能叫霞喀罗古道。是霞喀罗古道我们的一个登山健行。那左边是我们去合欢群峰，那这2次都是 LNT 圈的训练，后面会讲到。所以童军会从事一些户外的登山健行。那右边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经验，我们去走淡南中路，有一些伙伴可能有去走过，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有几条长距离的步道，那其中一条是淡南中路这条很漂亮，你从那个阔赖国桥那边开始往这走，然后从那个宜兰那边搭火车出来，2天1夜的行程，但是就要自己背帐篷、背重装哈。那霞喀罗古道我们也是背重装，那只有合欢群峰这个，因为是上合欢北峰，所以这只有轻装上去，其他都是重装，包含你的帐篷装备都要背哈。这是我们团这几年做的一些登山活动。那另外去年的那个全国童军服务日，我们这边三峰跟师大童军团一起做进山的动作，我们去走赤鲁古道的一半，然后走赤鲁古道沿路就是把路上的一些垃圾做清洁。那左边这是师大童军团的一些伙伴，还有一些他有外国的那个同学也一起过来。那赤鲁古道有一段是崩塌蛮严重的，像左下角这张照片是他崩塌，那个冲刷崩塌。那中间那照片，他那个石阶梯是还好的一个状况。那右下角这个是我们当初进山清回来的垃圾，比较特殊，有一堆的废弃的电话，是同学们捡回来一些垃圾。那赤鲁古道这个目前是有一些地方是损毁的，那最近里长有在讨论想要修复这一条古道。那我后面讲有机会我们同军团搞不好可以合作来做这一条步道的一个从最开始的场勘地主的沟通，到后面的工法的统计材料的统计，工法的施作，有机会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那这些活动大家都发觉童军有很多的户外活动，那户外活动有一些准则。那中华民国童军的户外准则有写说，身为中华民国童军，我承诺尽己之力落实户外伦理7项准则。那这后面我会提到，不忘环境保育、富裕跟教育的责任。那其中有一句话，贝登堡讲的，让他比你发现时更好，也被发现时比你离开时更好。就说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活动完，这地方我们希望它变得比原来更好，至少不会比原来更坏这是我们一个准则。那很恰巧，这个后面提到台湾步道守护网，它的首页也是用这句话那过来提到就是无痕山林的部分，无痕山林早期是从美国引进来的，那它历经有几个改革，最左边是最早我们当初 Liminal Trace 的一个 logo， 那右边这个是之前的 logo， 那去年7月改制最下面这个是最新版的 logo， 那上面是我们林务局当初推出来无痕山林，因为最早是由林务局所推的，所以我们叫无痕山林。那 Liminal Trace 字面上是说无痕，那我们比较好的一个翻译一个解释法是说环境伦理，这样对我们来讲不只是山林，包含近海，包含整个其他的环境都要去做一个保护的一个状况。那7大准则的部分这边我就带过事前充分规划准备，在成熟的地方行走宿营，这些大概大家都耳熟能详，就不太特别去讲。比较特殊的有一些状况，就是说考量其他的使用者。那在童军来讲，台湾军露营都有很多的欢呼歌唱，但是那个考量在讲，在我们自己的营地无所谓，可是你到外面的商业营地，你去做这个动作，可能会干扰到其他游客，这可能是我们要讨论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其他的部分，我们在这些准则来讲，怎么跟童军的活动去做一个取舍，那因应时代的潮流去做一些修正那是我们可能需要去检讨。尤其像他说降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我们童军的引火来讲，大部分都用得很大。那事实上，烧完以后，我们习惯用水把它泼洗，它会产生很多的碳，碳的处理对环境来讲是很差的，
所以怎么去处理这些碳，理论上是要让它烧到变灰烬，灰烬的处理来讲，对环境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所以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野外活动，在既有的营地，大家都比较没有这些问题。可是，在野营或是一些自然环境比较原始的地方，怎么样去对环境做到保护，这个是我们童军在后面活动可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以前是在 LNT 还没有改制之前，我们是希望所有的行役以上都要取得 trainer 的认证。所以我们之前就开始办一些 LNT Trainer Course 的训练，最早是2019年在宝山，这是我们在山峰第一场办的 LNT 的训练，那我们有当初找了我几个同学，我们当初 LNT ME 有2个同学，一个是 AR 北一个是任气孔，还有一个是教官，我们那一题的同学有4位，那这一题开办我们大概就3位都有出席。但是我们当初过程这是算一个既有的营地去办一个训练，然后2019年同时我们有办了一个里山图奋进营，那里山图奋进营同时除了去训练青少年领导的这一部分，我们也把 LNT 放进来，所以当这一期也有办 LNT 的那个 Trainer Course 的训练，那一年是2019年，一样同样在所以2019年山峰自己办了1场，白鹿团队自己办了1场，这是当初办的一个 LNT 圈的训练。那2020年，刚刚我们有说到，我们有去霞喀罗古道去健行，那我们就带着我们行义的伙伴去做霞喀罗古道一样2天1夜的 LNT 的圈的那个训练。那这个部分就着重在 hiking 的部分，因为它距离比较长。那这边看到我们当初在很多的驻在所就发现有很多人有涂鸦的状况，或是垃圾丢满地的状况。这个跟我们当初看到这个状况，其实就变成我们一个很好在教育上面一个素材，怎样是不当的行为，怎样是比较好的行为。这是住在所，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引火就地生火燃烧的遗迹，没有在既定的一个引火圈里面。那假如没有既定引火圈，你烧完以后灰烬处理完，你地面怎么把它恢复到原状？这都是在我们课程里面对学员要求的部分。那2021年我们在合欢山做 LNT 圈的训练，那这次我们又另外做了一个行前的说明会，因为那边是高海拔，可能会有一些高山症的状况，还有一些体能的状况，所以那一次我们有特别做一个行前训练跟说明会，让伙伴们了解这一次去的环境该做哪些准备，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那很明显在高山上大家习惯上都会带登山杖，我们特别说明了登山杖该使用的一些原则。看到了左边的照片，登山杖的那个塑胶头、橡胶头，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爬山时要拔掉，或许在环境不好的地方拔掉是 OK 的，可是理论上那橡胶头事实上是要保住路面，因为你那个土面被你擦过以后，它土壤松掉了，下雨就会冲刷，就会产生冲石沟。那后面步道我们就提到，像冲石沟，以嘉明湖的冲石沟来讲，它最深的冲石沟，因为人走过，登山杖擦过，下雨冲刷，从脚踝、膝盖、大腿，现在冲石沟最深的超过2米，超过1个人深，所以路是人走出来，水沟也是人走出来的所以这个登山的使用，我们有在这边特别教育小孩子跟我们的伙伴怎么去使用这个登山杖，对环境的冲击是比较小的。另外就是不要复线化，有人去走已经禁止通行，你还去走它，1条路变成2条路，变成3条路，对植被破坏的面积越来越大，会对环境的冲击越来越大。那白天去 hiking， 晚上一样，我们还有课程要针对这部分白天看到的一些问题，晚上大家提出来讨论，然后小朋友还要去做演示，因为trainer是当做种子讲师，所以你受完trainer训练，你必须能够对其他人去讲述 LNT 无人山林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要求每个人选一个准则去做演示，去教导你假如怎么对其他人来传授 LNT 的观念跟倡导。那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中间后面有几年没办，大概都是疫情的关系啊，疫情大概拖了2、3年都没有再办。那去年 LNT Center 有改制，
改制成 L1 instructor跟 L2， 就是 trainer 跟 master educator ME 的部分。他现在规定要16岁还是18岁以上才能上 L1， 所以就是以前的 trainer， 我们那时候行役可以去上，现在都不能上。那18岁或16岁以下只能拿 skill course， 所以这次的训练有2位是未满18岁，所以他们拿 skill course。那其他的服务员那就拿 L1 的 instructor 哦，这一次是在里山图这边办。那跟之前在里山图奋进营办走的路线有一部分重叠，但是这一次走的路线比较长。我们从赤鲁古道中段下去，然后沿着兰溪往上游走，从出赤鲁古道再往上走，哦，到大旗顶山，然后再下来扎营哦。那中间的过程，我们就让伙伴去讲述课程，然后每个人一样要认领一样的准则去做演示。怎么样去让其他人理解或是接受你的说法，来推广我们 LNT 的一个原则。那接着讲到千里步道协会，那千里步道协会这边的话，到可能请志怡那边讲，有机会可以连上去。我本来有一些资料是要用连接到网络，然后再去跟大家讲解，但是因为这连接现在有点问题，到时候大家可能自己上去 Google 一下千里步道协会，里面就有很多的资讯。那当初千里步道协会是2006年有黄武雄老师啊，黄武雄老师是台大数学系的退休教授，台湾第一个社区大学就是由黄武雄老师当初设立出来的。那还有小野，那小野是现在的文化部长，还有徐仁修荒野的创办人发起，希望因为那时候行人在走路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啦，我们台湾还是那个行人地狱，只是以前的状况更严重。那他们希望能有一条路可以安全的让人家步行或骑脚踏车，然后建立一个环岛的滤网，所以他当初就希望能创造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所以叫千里步道协会。它的缘由是为什么不叫万里，不叫百里，叫千里？因为你环岛一圈大概就是1000公里左右，所以千里步道协会的名称是这样来的。那当初我们建构后，慢慢陆续建构了环岛路网，然后呼吁行人路权、绿色交通。同时，对于步道上面的乡野伤害，就是光害、除草剂和水泥，希望能杜绝它。那这边有一个影片，就是绿道，台湾的骄傲，一条绿道的诞生。可能马志怡那边稍微播一下影片，让大家了解一下千里步道在推广的是什么东西。再麻烦一下，谢谢。好，等我。是雅婷那边吗？对，雅婷，不好意思。没问题。等我，绿道这个吗？对。
好，谢谢雅婷。荧幕现在没有跳回去，所以现在分享看不到，对不对？对，团长你再分享一次。我再分享一次哦。好像不行，我看看，可能要再重新再上去分享。我不要重新进去才有办法再分享，现在还没办法分享。那我出来再进去哦，不好意思。现在有了哦。不好意思，连接还是有点问题。那千里步道协会，它讲究是说，从你的生活出发，重视的是环境伦理、内在价值、亲近自然跟守护大地。那很幸运，我们2021年千里步道协会有荣获第11届总统文化在地希望奖。那有我们同台得奖的有李安哦，这个国际大导演他也得奖。那我们千里步道协会很荣幸那一次也得奖。那就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做了一些活动，可能有一些人有去推荐，有看到。除了不只是修步道，很多做地方的连结，那后面我会提到公司部门的协力，让这条步道有一些步道从不可能到可能哦。那主要它是连结在地，跨越领域哦，公司协力的守护环境的一个公民运动。那希望我们为这块土地做最谦卑的一个努力。那台湾的长距离步道这边有提到有7条，一个是淡南百连山径，第一张照片是淡南百连山径，第2条是彰之溪路，第3条是山海郡国家绿色廊道。那淡南顾名思义，从淡水走到噶玛兰，就走到宜兰。他当初弄这条山径的时候，其实有点困难，因为他跨了，上面有写北北基宜4个县市，我们要跟4个县市的地方政府沟通，然后再跨4个中央部会，观光局、林务局、那水保局，我忘记有4个中央单位要去协调，那协调因为又不同的颜色执政，所以协调过程是很辛苦的。那协调过后，慢慢，各地方首长有认知到，所以这条路总算把它弄起来。那淡南百年山径它有分北中南3路，那之前我们说我们去走淡南展的是中路，那有兴趣的各位伙伴可以去走走看，中路真的蛮漂亮的。那彰之溪路是桃竹苗到是从桃园的龙潭走到台中的东势。为什么叫彰之溪路？这个就当初开张练脑走的路，这一条路其实是当初汉族或是跟客家人跟原住民冲突的那一条，当初都是爱永线，是沿着爱永线，日据时代有做爱永线，就是拉电线杆通电，因为我们要开张，怕原住民过来，所以电线杆通电，就像现在在防猴子让做的措施是一样，通电让原住民不会过来，所以这条路当初是这样子慢慢由西侧往东侧越来越往山里面去推。那后来政府在推浪漫台山线，那彰之溪路这一条里面有很多的步道，所以后来这一条串联起来变成台湾的一条长距离的步道。那第3条是山海郡国家绿色廊道，这条是从台江沿着走到嘉义，然后走到玉山，是从海边海拔0走到玉山3900多公尺的一个高山的一个步道。所以这条步道挑战性蛮大的，有兴趣的话，行义伙伴或是罗浮伙伴可以去走走。那比较特殊的还有一条是糖铁国家级绿道，因为台湾现在很多糖厂废弃的铁道，那条路就变成荒废掉，很可惜。那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形，美国有大概1200条的铁路是荒废的，
后来他们就利用这个铁路，把它改辟成自行车道或是健行的步道，陆陆续续大概完成了3500万多公里，35000多公里的一个步道，这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是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参加。所以台湾现在目前也得到一些单位的支持，我们接着就会开始去朝着百年堂腿的这个部分来规划这边的步道。那当然，百年山径有看到一些状况，就是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水梯田，有一些石头的屋子，还有一些小土地公。其中有小土地公，有那个刘宪章老师有出了2本书，他有出台湾百年小土地公，针对淡南这边的所有的土地公去做普查拍照，留下很多珍贵的一些史料资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另外淡南里面看到左边跟右边这张照片，这是古今之差异的一个但是是同一个地方。当初马偕博士来传教走过的路，那今天我们把它修复起来，你走在这条路上，可以体会一下前人那种开拓的一些辛劳，还有一个辛苦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叫手作步道？我们是工作的作，不是做事的做。因为手作步道不是只是做步道而已，它考量的是在地的气候、地质生态，很重要，还要考量人文历史的脉络、使用者的特性，还有栖地的整体性。重点是结合传统的工艺。你这边的话，你像客家庄那边都很多鹅卵石，所以那边是用鹅卵石做的砌石工法。北部这边是砂岩做的砌石工法。那像澎湖的步道用的是孤老石，用的是那个珊瑚礁岩做的工法，或是南部鲁凯族他们特殊的那种板岩、片岩做的工法都不一样。那各地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所以他做的法不一样。那我们在这边就是除了要在地的知识跟专业的训练之外，还要有一个适切的设计，怎么样去符合当地的一个特色。那很重要一个，我们在做步道要修步道，不是说我今天想修去修，很重要一个是，你今天去修这条步道，上面有没有一些濒危的动物或濒危的植物需要去保护？像之前做侠客阿罗古道就发现山椒鱼，去做双溪沟古道就发现特有的一些兰花。所以在做古道之前，修复古道之前，你要先做一些普查，才可以去做。那另外手作步道，我们用的是尽量用在地的材料，它可以减少能量跟能源的消耗。这样对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比较不会去造成更多的一个能源跟资源的消耗。那手作步道一些优点，这边有提到这个就不再赘述。比较特殊的，现在在讲碳排，要近零排放。那我们现在做的水步道还是用水泥在做，1公斤的水泥可以产生880公斤的 CO2。水泥步道它含沙跟石头，它1公吨也要排放326公斤的 CO2。所以讲我们用手做步道的方式，可以去减少这边的碳排，减少能源的消耗，对自然来讲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因为开始有这些接触到手作步道有这些想法，所以从2019年开始，其实2018年我们就带着孩子先去做手作步道，接着我们2019开始在团体会就去介绍手作步道。那手作步道一个非常好，就是你坐下来的时候，它虽然手作仿佛天成，你看不出来它是手作的痕迹，它跟大自然可以融为一体。将来步道就算损坏，它对大自然不会造成额外的一个垃圾。你想是水泥做的损坏，很明显它就是一个人造的一个垃圾就在那边。所以手作步道它是人跟自然最美丽的一个对话。那另外一个步道师体系这是我们当初在建构这套过程，从志工、种子师资、实习步道师到步道师到资深步道师这个一个过程每个阶段要受不同的训练跟回训，还要带领志工去修步道、去实习、另外还要交报告。那很重要的，我们这些步道师、这些师资这些助教被赋予一个任务。领队的责任在确保志工的安全与施作的品质，志工的荣誉跟名誉来自施工的品质所以这是我们这些步道师在带领的过程一直奉行的一个观念。
那目前来讲，我们有40个种子布道师，23位实习布道师，那我是其中的一员。布道师只有9位，3位资深布道师，所以我们的布道师成员不多。那以前的布道协会，它正职的职员来讲，其实它这个协会正职的职员大概也只有10来位。你看，它只有10来位的正职的职员，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志工，他从以前到现在拿了台湾的最佳设计奖的前100，第3届国家环境教育奖、总统文化奖，所以我们得奖蛮多的。那今年又会得到一个台湾真英雄奖第2届12月21会颁奖。那很重点就是不是所有的布道手作布道都是手作布道，这个字特别强调一下，手作做事的做跟作品的做是不一样英文上我们用的意义也不一样因为刚刚有提到你要去评估要去做，所以不是为做而做，重点它要怎么做，需不需要做，很重要一个刚刚讲厘清地权，确认主管机关地主的同意。所以前置作业做一条步道，前置作业所花的时间比实际在修步道所花的时间更多。你要取得地主所有经过地主的同意，你一旦一个地主不同意，你就没办法做。之前我们就遇到地主同意了，我们去做的当天，他的亲戚跳出来说不同意做，我们只能跳过他家的土地往后面做。那另外就是你要取得林务局，或是国有财产局，或是国家公园，或是地方县市政府。你所有的单位都必须沟通协调过，你才能去动，要不然就有违法犯法的疑虑所以这是比较累的。所以不是所有手做的步道都叫手做步道，它考量的环境、历史、人文方面的考量比较广泛，而且是完备整体的，不会只是为做而做只是手做步道不一样。那步道上的怪现象，有一些用砖头砌的，有一些用废轮胎的，有一些用地毯的，这都是很奇怪的一些步道上面看到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就是我们步道的选线要怎么去选线，要考量人体的工学，怎么走是比较省力的，对人的来讲是比较舒服的。那每个地方的阶梯不一样，像鱼路古道，为什么鱼路古道的阶梯阶高比较浅？因为鱼路古道是要背重担的，它是当初那个渔民抓了鱼，要从宜兰苏澳那边从这边再运过来台北这边来卖，所以他要走山路，所以那个背重的时候，它阶高不会太高。那假如只是为了通行用的阶高，它就会做的比较高所以每个步道当初在设计要因地制宜，而且要符合当初使用的需求。使用者是步道上面你要考量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讲的很多步道都是很在地的，可是最在地也最国际因为我们很在地有一些特色，所以陆陆续续跟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友谊步道。张之溪路是跟韩国的济州偶来，山海郡是跟加拿大的布鲁斯步道，然后张之溪路是跟澳洲的步道结盟为友谊步道。那淡南古道是跟日本工程偶来。那我们台湾是亚洲步道联盟的一员，那亚洲步道联盟的秘书处2022年设在台湾，所以台湾是现在亚洲步道联盟的秘书处。另外，我们2023年这边也抱歉，刚刚讲的是2022年我们举办亚洲步道大会，那2023年台湾承接亚洲步道大会的秘书处的一个工作。那国际的步道组织有世界步道联盟，还有亚洲步道联盟。那今年10月，我们在加拿大参加世界步道大会。那左下角那个照片是我们一个千里步道协会一位工作人员燕子，他去报告关于步道的一些事情。巴西的主持人跟他讲，介绍给所有来宾说，这是来自中国的台湾，跟现在我们讲的 Chinese Taipei 很像。我那个朋友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又不能去打断介绍人，然后因为他也是演讲者之一，等到他上台演讲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我把他那段话截录出来。这边大家看，容我更正一下主持人对我的介绍，我的认同是来自台湾，不是台湾中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自己最自在的身份存在，这是认为我步道存在的意义，也是步道要带领我们前往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在国际场合上可以利用适当的时机去表达自己的立场，
怎样去表达，那就看个人的智慧。像这一次我们的成棒那个职棒也是很厉害哦，那部分就大家都心知肚明，就不讲了，真的很开心。那接着是台湾步道守护网，我们在今年6月成立了台湾步道守护网，我来我见我守护，就是希望台湾的步道可以做到天然步道零损失，水泥步道零成长。那我们现在这个口号已经改成水泥步道负成长。因为有些公部门已经体会到水泥步道其实对环境不是那么友善，所以他们现在会把有一些水泥步道拆掉，恢复成天然步道。那你天然的步道，假如没有去人为去整理，其实是很难走的。所以就由手作步道来介入，跟大自然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手作步道是对自然友善最好的一个修复方式。它官网上面的最下面那句话也是贝登堡讲的话哦，所以它跟我们同居之间其实是有一点点连结，哦，这是它步道网的一个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哦，就是把你步道看到的状况，你先登录以后拍照上传，例如步道有树木倒，现在风灾刚过有树木倒塌，倒到影响通行，或是说杂草过长，或是说有崩塌，你可以把这些东西上传，上传以后千年步道协会这边会做资料汇整。然后把相关的资讯汇整给公部门，请公部门做一些处理，是要修复或是怎样，来守护我们的一个步道。这部分是今年我们跟千里步道协会去童军总会拜访秘书长，那公关委员会那边徐亚娟主委有承诺，这部分我们开始要来做一个合作。那预计要找3个示范团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后面有机会我们再讨论这一部分。那童军步道这是当初淡南百年3季的记者会，那时候柯 P 好像也还在里面。左边是我们童军，我们白鹭计划团队是当初一个志工队的之一哈，要来维持这一条淡南百年3季的一个畅通跟修复。接着讲到重点，就是童军跟手作步道有什么关联哦？修筑步道可以不时落实服务精神，获得成就感跟荣誉，很重要。我们在调查步道要看相关的地理、历史、文化的许多知识，那这跟步道跟我们一些专科章刚好可以做结合。另外，童军很重要一个，我们的刀斧具的使用，刚刚前面看到，我们平常这些技能都已经有了，所以在修筑步道上，我们在上手上会比一般的志工来得快。尤其有一些倒塌木要锯的时候，或是要砍的时候，我们都比那些一般民众来得强。另外哦，手作步道跟童军的做中学学中做的精神一样。然后另外，童军的小队制度是手作步道的重要要素之一。我们在手作步道一样会分成很多小组，每一小组大概5到8人去做不同的工作，这跟我们小队的制度是很像。那我们童军又有相关的技能，所以由童军来做步道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方式。那国外的例子，以不丹来讲，不丹修筑步道有3大体系，一个是僧侣，一个是军队，另外一个是童军。哦，另外美国阿巴拉山径的协会也有童军可以这个连接，我现在连不上去，点进去就可以连接到童军，就可以上去登录说，我今天要做阿巴拉山径，从哪边做到哪边，几月几号，做完上传照片，他就会给你证书跟服务时数。哦，这个部分是比较特殊的，在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个制度。那其实千里步道协会很早就跟童军总会这边有接洽，从2016年有请徐明谦博士我们的副执行长来总会这边演讲，当初就提到一个重点，希望童军可以予以协助，因为童军很多活动在户外，而且我们有在推无痕山林，但是这部分可能机缘不到啊，一直到目前为止，总会跟这边跟千里步道协会一直没有合作，只有今年在跟徐亚坚那边有谈到有关那个台湾步道守护网的一个合作事宜，那希望在明年的全国童军服务日的时候来做一个合作的计划。但是其他童军团也已经开始推了，这是我在台东的同学，他带着他们团军团开始做步道。哦，那最右边这是我一个同学，他很不幸在去年过世，他当初也是当初的助教之一。那这是我带着我们团的童军团的行义团的伙伴去崩山坑做步道，淡南古道的其中一段哦，很泥泞，但是这一次的成就感很大。那这是飞凤古道，我们也有团里面的同伴去参加飞凤古道，有2位同伴去参加修飞凤古道。
另外这是千段旗古道，这是也是带着行义去做哦，所以我这次题目写说行义的步道实现，因为大部分都是行义。那今年比较特殊的是铁砧山的步道那边当地的工程单位希望，就县政府台中县政府希望用手作步道的方式来修筑铁砧山的一段步道。那刚好台中响应团他们的家长是那个营造厂的一个员工，所以他们就希望能报名来参加，然后就参加，我们就带着他们去做这一段的步道。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大概是一场完全由童军团来施作的一个手作步道的一个场次。那其他非童军团的明道中学、普台中学、连康桥或是台大、清大、交大，非童军体系的也陆陆续续都在手作步道上面有一些贡献、一些合作。那我觉得童军团来讲，应该更有机会。那比较特殊的，我们有一个工作假期，每年都秒杀，而且要抽签的天使的眼泪，就是嘉明湖手作步道的工作假期。但是嘉明湖手作步道工作假期不到嘉明湖这个比较特殊。我们大概就走到向阳山屋，比较特殊的状况才会走到那个嘉明湖避难山屋去修那一段的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请那个雅婷帮我放最后一段，中间有一段影片就不用放了，放最后那个1人1公斤那一部分。好，谢谢。放1人1公斤吗？对。一个人只有1公斤，有的人也会质疑这个的效果，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开始，一个小小的开始，它可能就会有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要走在步道上，走一个捷径的话，雨天的话，可能那个
沙子或是土就会被冲蚀，这样很危险。而且步道会越来越大条。我觉得它的意义很深远，可以让大家重视在山上步道土壤流失的这个问题。只要带上山的东西，都一定要带下山。那我们也可以把1公斤的土带上来，然后再把沿途的垃圾再用袋子再捡回去，这是会更棒。来到山上，我们就是要尊重这里的环境跟生态。我觉得只要开始做，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今年2024的嘉明湖手作步道已经完成了哦，听得到吗？今年的嘉明湖手作步道今年已经完成。今年总共我们用了4吨多，4吨，1吨1000公斤，4吨多表示，假如1人1公斤，我们今年用了4000多人拿上去的石头，把一些冲石沟把它填起来。今年是第9届。后面还会继续做，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成果。那我提这个步道的一个题目是说，我们童军其实很多的技能跟特殊性，其实是手作步道里面最好的 partner。那现在步道执行长跟副执行长，他希望童军能协助这一部分，而且做成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关系。当你去做步道的时候，你跟蹲下来跟土地做亲密的接触，你会感觉到土地跟你的连接。做出来的步道是有温度的，不是冷冰冰的水泥步道，这是手作步道跟水泥步道最大的差别。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谢谢杰仁。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不好意思，今天连结上面可能有点不顺。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待会我们先来一个大合影，大合影完了之后，我们就是接下来就开放让大家来跟杰仁团长这边做讨论、做交流、做你的呼应，好不好？好啊。那我们现在来，再请大家先把镜头打开哦。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哦。OK， 好，有人给我回应了哈，按了一个 OK， 好，看到了哦。那我来拍个2张哦，你稍等我一下哦。看一下我应该要怎么弄呢？3、2、1，确认一下，有成功哦。好，成功，就搞定了。3、2、1，快速，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